外星物种入侵地球，1天之内杀死30亿人类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寻找人类宿主，混在正常人类当中。你还敢相信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吗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灾难科幻片第5波。未来世界的某一天，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悬浮在美国上空，没等人们反应过来，入侵者便展开了一连串的疯狂袭击。第一波利用电磁脉冲破坏所有电子设备，瞬间整座地球陷入瘫痪，飞机坠毁，手机失去信号，就连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供给也出现了问题，来不及喘息。紧接着第2波开始，这次入侵者引发了地震与海啸，所有沿海城市瞬间被巨浪吞噬。看着美好家园毁于一旦，人类毫无反击之力。然而这些攻击仅仅是针对人类的生存环境，第3波才是真正意义的人类清除。入侵者利用鸟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瘟疫，仅1天时间，地球30亿人丧生。女主凯西是一名高中生，一家4口幸福的生活彻底被打破。身为医生的母亲没能战胜瘟疫，之后父亲不得不带着凯西和弟弟萨姆踏上逃亡之路。他们来到一个难民营，这里大概聚集300多的幸存者，人们勉强维持着正常生活。入住的第1天晚上，父亲悄悄将手枪交到凯西手上。末日世界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然而凯西一家的平静生活很快被打破。这天早上，一队装甲车辆带着一些校车尘土宣扬驶入难民营。上校沃什表示他是过来拯救大家的。听到这一消息，幸存者们欢呼雀跃，转头回家收拾包裹。可当他们要上车时，却被官兵拦住，对方声称车辆有限，只能未成年人优先，等到将孩子们送到安全地点再回来接大人。来不及想太多，父亲将凯西和弟弟送上校车，可刚坐下，弟弟发现玩具熊没带，于是凯西独自下车去拿。尽管已经加快速度，可还是错过了校车。凯西只能回去找父亲。此时大人们已经在餐厅集合完毕。上校告诉大家，不久前入侵者已经完成第4波进攻，他们寻找人类宿主，操控他们屠杀其他人类。军方怀疑难民营中就有人被入侵者寄生了。未成年人比较容易检测，成年人相对复杂，因此为找出入侵者，这才把大家留了下来。此话一出，脾气暴躁的人瞬间不淡定了，冲突一触即发。最后上校居然下令将在场所有大人枪决。或许从一开始政府就不打算把他们带走。等凯西再次见到父亲，他已经变成冷冰冰的尸体。强忍着内心的悲痛，凯西离开了难民营。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找到弟弟。夜幕降临，搭载孩子们的校车缓缓开进某个军事基地。军方将号码牌分到每人手上，叫到号的人即将进行体检。凯西曾经暗恋的足球男神宾帕也在其中。女军医告诉他，你们是全人类的希望，是世界的未来，打怪就靠你们了。和所有来到基地里的人一样，军医在他们皮下植入了定位装置。紧接着现场实践环节，一个被入侵者寄生的男孩出现在眼前。军医告诉宾帕，只有杀死宿主才能彻底解决入侵者。随着宾帕按下一颗红色按钮，宿主被电死，入侵者随即消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军方对孩子们展开了全方位军事训练。期间，宾帕结识了年龄相仿的烟熏女，对方射击技术高超，在他的训练下，大家的射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宾帕因为表现突出，被上校任命为小队长，并且马上要带队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。原来军方最近研发出一款新型头盔，一旦遇到入侵者，护目镜会发出绿光警报。为检验头盔有效性，必须进行实战。行动前一晚，萨姆因为害怕始终无法入睡，没人知道天亮后他们将遭遇什么。回到凯西这边，他本想顺着公路找到校车，结果被入侵者的无人机盯上，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。作为回击，凯西朝着半空一顿胡乱开枪，紧接着大腿处剧烈的疼痛袭来，凯西实在无法忍受，最终晕倒在了路边。等到醒来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干净的卧室，腿上的伤口也已经处理好了。奇怪的是，父亲给他的手枪不知所踪。这时，拯救凯西的年轻人走进了房间。他说自己名叫艾文，在灾难爆发时，他没能救出父母，现在能救凯西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。艾文的话让凯西卸下防备，直到发现艾文偷偷藏了自己的枪，他才感到不太对劲。凯西火速离开小屋，但在穿越树林时，艾文还是追了过来，只不过他是来救人的。
因为树林中四处都是被入侵者寄生的人类，他们正利用无人机射杀幸存者。再次被艾文救了下来，凯西终于放下了戒备。他告诉艾文自己要去军事基地，艾文放心不下，要陪他一同前往。途中，艾文还贴心地教他如何从敌人手中抢夺枪支。两个年轻人在朝着基地行进的过程中渐渐产生情愫。回到基地这边，行动正式开始，小队整装待发，唯独不见年幼的萨姆。原来冰帕不忍心看他成为炮灰，谎称萨姆食物中毒，将他锁在了卫生间。小队乘坐直升机顺利抵达战区，头盔很奏效，刚落地就发现好几个入侵者。然而对方也很快发现他们的存在，一场枪战随即爆发。缺乏实战经验的孩子们显然不是对手，大家只好躲进一辆大巴中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同伴不幸牺牲。危急关头，烟熏女挺身而出，冒着枪林弹雨引爆了大巴，激烈的火光遮挡了敌人的视线，大家这才得以逃脱。事后，有过野外生存经验的烟熏女察觉出了不对劲，入侵者连地震、瘟疫都能引发，怎么会让几个小屁孩在他们眼皮底下逃脱？这太不科学了。说完，烟熏女拔掉身上的定位器，表示要脱离队伍。就在这时，成员们惊讶地发现护目镜发出绿光，烟熏女居然被入侵者寄生了。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蔓延开来，大家失去理智，怂恿冰帕解决烟熏女。好在冰帕有点智商在身上，顺势取下自己的定位器。好家伙，他同样也被寄生。事情发展到这儿，冰帕顿悟，其实刚才射杀他们的并不是入侵者，而是幸存者。换句话说，绿光代表的不是入侵者，而是正常人类。军方愚弄他们去杀幸存者，这正是入侵者发动的第5波。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只有一种解释：卧室上校以及基地里的所有士兵才是真正的入侵者。在他们看来，孩子辨别事物的能力有限，可以任意摆布。没人想到，最安全的基地霎时成了危险之地。冰帕突然想到，萨姆还在基地，必须回去救人。他让小伙伴们摘掉定位器，再朝他身上开一枪，这样他就能回去复命，谎称大家已经不幸阵亡。废弃车辆中，凯西和艾文度过了浪漫激情的一晚，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树林里的入侵者发现了两人，他们似乎认识艾文。见状，艾文让凯西赶紧跑，自己则留下来战斗。一开始，艾文完全被入侵者虐打，但凯西一直不愿离开，于是见到了艾文暴走的一面。这战斗力显然不是普通人类，眼看瞒不住了，艾文只好摊牌。他说自己既是人类，也是入侵者。早在多年前，入侵者就已经来到地球侦查情报，艾文却是第一批降临地球的外星间谍。他一直潜伏在地球，外星飞船再次降临时，他才被激活。在入侵者的世界里，爱是一种幻觉，直到遇见凯西，艾文才察觉爱是一种本能。其实他早就发现凯西的行踪，本可以扣动扳机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。凯西的出现让艾文不愿再如行尸走肉般活着，而是像正常人类一样可以爱人，或是可以被爱。之后，艾文便默默跟在凯西身后，直到在公路遇险，艾文出手射杀了入侵者，将昏迷不醒的凯西带回住处。尽管艾文道出第5波的秘密，可凯西还是不顾危险混入基地救萨姆。同样的流程，植入定位器，电击入侵者。然而趁军医不注意，凯西主动出手，成功让对方领了盒饭，随后果断取出定位器。冰帕按照计划交代战况，可姜还是老的辣，上校一眼识破冰帕的谎言。事到如今，他也不再隐瞒，直言入侵者多年前就开始谋划如何占领地球。至于人类，活着自会占用空间和资源。眼看上校起了杀心，突然士兵来报，有人入侵基地，杀死军医和西门的3个保安。话音刚落，基地第3区传来爆炸声，上校下令所有人撤离，冰帕趁乱逃跑，结果遇到了凯西。来不及多想，两人赶紧去救萨姆。然而没走多远，就被2个入侵者拦住去路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艾伦从天而降，凭借高超战斗力迅速将入侵者解决。他已经在整个基地安置好了炸弹，等所有孩子撤离，便将这里彻底炸毁。艾伦告诉凯西，如果非要在自己的族群和人类中做出选择，他选择后者。两人深情拥吻后，艾伦让凯西和冰帕先离开，他留下来启动炸弹装置。在冰帕的帮助下，凯西顺利从撤离的人群中找到萨姆。故事最后，基地响起爆炸声，3人奋力逃跑。
可恶的是，上校和士兵也逃了出来，带着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孩子们飞向新的战场。巨大的震动好似天崩地裂，碎石密密麻麻砸向地面。就在这时，烟熏女开着装甲车出现，大家终于得救。没人知道被上校带走的孩子们接下来会遭遇什么。至少凯西和兵帕小队恢复了自由，活着，未来就还有希望。虽然，但是艾文呢，就这么为爱牺牲了吗？影片根据瑞克·杨希同名小说改编，科隆·莫瑞兹主演，这配置足以让人期待值拉满，结果却差强人意。除了开头的灾难视效稍微有点看头，后面基本没有特别之处。大反派外星物种全程披着人皮，只能靠观众自行歪歪。整体而言，就像是科幻外衣包裹下的青春爱情电影。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了一部深深关上中国科幻片大门的电影《上海堡垒》，两部电影堪称卧龙凤雏，不相上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